看看你的手，你怎么知道这就是你的手呢？答案看似明显，除非你有体验过橡胶手错觉。这个实验是放一只假手在你面前，然后把你的真手藏在隔板后面，两边同时被刷子抚摸。无论你如何提醒自己那只假手不是你的，你最终都会觉得它属于你。所以当它快被刀子刺中时，你一定会退缩。可能这只是个暂时的伎俩，但却证明了一个更大的事实：我们的身体在生理上属于我们，和我们的思维、思考能力和意识有着复杂而纠结的关系。哪一个更能定义你或者你自己呢？你是只有通过大脑内的生化相互作用才能感受到想法和情绪的身体吗？这是有着思维的身体，或是有一些非生理的部分在幕后操纵，但这些部分在你的生物身体之外，这就是有着身体的思维。这让我们回归到一个古老的问题：究竟身体和思维是不是两样不同的东西？在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中，16世纪的哲学家 René Descartes 指出，即使我们所有的身体感觉都只是幻象，我们的思维和想法依然存在。对他来说，这也是我们存在的最终证明。由此他总结出，意识是与构成我们身份核心的物质身体相分离的部分。非生理意识的概念与许多宗教信奉非物质的灵魂，认为身体只是一个临时躯壳的信仰相呼应。但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概念，另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非生理的思维如何和生理上的身体互动？如果思维没有形、重量或动作，它如何使肌肉运动？假设它可以，为什么你的思维只能控制你的，而不能控制其他人的身体呢？有些思想家找到了一些有创意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法国神父兼哲学家 Nicolas Montbranisch 认为，当我们考虑伸手拿一个叉子时，其实是神在移动我们的手。另一名叫做 George Berkeley 的神父及哲学家总结出，物质世界只是一个幻象，仅作为精神观念存在。这个心灵与身体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哲学领域，随着心理学和精神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很多现代科学家反对心灵和身体之间有区别的想法。神经科学表明，我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感觉与我们大脑中的活动密切相关，从而形成我们所谓的意识。从我们出生那天起，我们的心理发展便是通过身体与外部世界互动而形成的。每一次视觉、听觉和触觉的接触，都会在大脑中创造出新的地图和代表物，最终使我们能调节自我体验。除了最典型的五感以外，我们还有其他感觉，比如平衡感，以及对我们身体相对位置的感觉。橡胶手错觉和类似的虚拟现实实验显示，在对自我的判断中，我们的感觉很容易误导我们。这些实验也表明，我们的身体和外在感觉与我们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可能笛卡尔的实验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毕竟，如果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闭上眼睛，我们并不能让心灵从躯体中脱离。心灵和身体的这个问题，在考虑到未来科技时，会变得特别有趣。比如神经假肢和可穿戴机器人，这类可以作为我们身体延展部分的东西。又或者更激进的思想上传，也就是通过将人的意识转移到电脑中，创造出无需身体便能获得永生的可能。如果身体深深映射在大脑中，那么通过将自己的感觉延展到新型的可穿戴设备，我们的大脑最终可能会用新的感官表现来适应这个重组的版本。也许将我们的意识上传到电脑是不太可能的，除非我们还能模拟一个能够传递生理感觉的身体。身体是意识的一部分和意识是身体的一部分的想法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它们不单在佛教思想中广泛存在，
从 Heidegger 到 Aristotle 等哲学家的著作中也能找到。但现在我们仍有一个未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自我究竟为何物？我们是否像 Descartes 所说的，是个配备了身体的思维，还是个通过数百万年的进化而获得意识的复杂生物体？毕竟我们的大脑比远古祖先的要大，也有更多的神经元，或是其他完全没有人想到过的东西呢？ TED-Ed 致力于用尽可能多的语言向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免费的高质量教育内容，通过向 Patreon 捐款来支持我们的非盈利使命。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